光粼粼淡水河吸引不少人驻足欣赏，还有一群船友定期报道。这趟旅途不单是享受划船乐，还有更重要的目的。环保行动起始于来自英国的 Peter， 受疫情影响回不了家，幸好认识一群朋友，也才发现美景背后的生态危机。I enjoy rowing, so I acquired a rowing boat, did the boat up, and then went rowing on the Dansray and Keelung rivers. The end of the Dansray River is something like 1.5 times worse than many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for plastic on the ocean bed. There are tons and tons of plastic sitting on the ocean bed. 这很多垃圾啊，很多垃圾哦。你今天如果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不小心一个塑胶袋流到水沟里面，下了水沟盖之后，接着所有的整个台北盆地的每个地方，只要有这种情形，那个垃圾固体垃圾就会从关渡出去。大袋法律桶跟那个球啊，还有那个安全帽啊，还有那个保特瓶啊，都是塑胶类。淡水河两侧红树林就像渔网，随着潮汐拦截垃圾。即使河水看似干净，但一进到里面是截然不同的风景。借由划船优势进入红树林，垃圾真的无奇不有。蛮惊讶的啊，水进去，然后全部都是卡在树枝里面。我们觉得很惭愧，怎么让一个外国人来打扫这边环境，然后让我们来享用。不到1小时，捡满约10大袋垃圾，带回岸上分类回收。受 Peter 影响，划船捡垃圾已经进行2个月，持续这项行动是他们之间的约定。It's not just for us, as I said, it's for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We are here now. We should do something now. 带新闻林婷、张月佳台北报道。连线给记者林坤庆。而不过2016年的最后一天呢，有民众搭渡船出海跨年，没有想到却发生了意外的插曲。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说法。就渔网卡住了，渔网卡住了。对，那我们有请那个海巡署来那个等救。对，船上人都没有事吧？船上人都安全。根据了解呢，意外发生在31号晚上的11点多，30名游客呢，还有5名的工作人员，总共35个人，搭乘蓝色公路渡船出海，准备在船上跨年。没有想到呢，行驶到台北关渡宫前面的时候，螺旋桨呢不慎搅到渔网，整个渡船失去动力，动弹不得。而消防局接获通报之后，立即出动了护卫1号前往救援，将船上受困的人员呢接驳回到岸上。不过一开始呢，他们似乎没有想要下船的意思，想要继续留在船上跨年，只要消防人员帮忙收割渔网就好了。所幸呢，这起意外呢都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以上呢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形。主播。台北市拥有丰富的水岸景观资源，多年前市府开辟蓝色公路航线，成为民众游河、赏景等观光休闲活动的新选择。但是有业者向民代陈情，虽然市府已经制定渔船投网捕鱼的时间，但是还是有载客船只搅到渔网，因此损坏。历任的市长，我想对于淡水河跟基隆河的整治，大家不遗余力。但是因为这些河道本身，它因为它横跨双北，是一部分是台北市，一部分是新北市。光单方面来做是没办法尽其功的，所以这部分必须要双北共同来合作，才有办法把它的河道整治得更理想。北市府在民国100年就已经公告，基隆河下游到淡水河关渡宫水域禁止投网捕鱼，甚至到每年要捕捉鳗鱼苗的同时，请渔会通知渔民告知蓝色公路的航班资讯，渔民更是要避免通行，却还是发生事件，造成业者的损失。这个其实台北市这个河岸景观是非常美丽的，也呼吁大家能够多多来搭乘这个蓝色公路。当涨潮的时候，它会把外面的海水带到我们河口里面来，相对乌鱼啦等等，它的水就会带进来之后，我们的水质改善了，在我们一直到关渡宫，一直到我们的基隆河域，乌鱼就进来了，渔民就会来这边抓乌鱼。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外面让市民去食用。只要看到疑似有投网这种情形，我们就通报给产发局或者是供应处，在这个前端财产，他必须要去公告有没有人要认领。那如果公告期满了以后呢，没有人认领，那水利处就来协助当做废弃物处理。目前公运处、水利处以及产发局都针对不同的事件进行宣导，也会派员清除违法布设的渔网。想知道蓝色公路遇到的各种隐忧，5月26号星期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北大小事节目，将带您深入探讨。台播到台北数位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从墙上装饰品到模特身上的绿色裙摆，它们的原材料都来自这里。
I'm looking for bottle caps and pieces of rubbish to make my art out of. 澳洲西岸杰拉尔顿镇有人发起环保活动，从海里捞起废弃物，做好分类后送往市集。See small bits that actually float around the ocean. Animals eat them, birds are eating them. They're finding like little bits of plastic in. 渔网、木材、浮球，打捞上来的废弃物堆得快跟成年人一样高，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据统计，每年有约1100万吨的塑胶流入大海，光是捕鱼相关用具就有大约64万吨。而人类在沙滩上留下的垃圾也会随着涨退潮流进大海，破坏生态，威胁海底动物健康。De alguna manera, todas esas acciones del hombre por las actividades de extracción, las actividades de explotación de recursos, inexorablemente, si no están manejadas en un contexto adecuado, terminan afectando a la fauna marina y a la larga, como ya se ha visto, va a terminar afectando a nosotros mismos, los animales. 面对眼前危机，联合国海洋大会在葡萄牙登场，一连5天的会议聚焦海洋资源永续使用，希望尽快改善现况，还给地球一片干净健康的海洋。带新闻刘觉瑜编译。